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为何导演频繁提携谭松韵？因为他掌握了中国文化的3大潜规则。最近这几年，娱乐圈的阵容可是变得像换衣服一样频繁。今天还站在顶流宝座上的明星，明天可能就没影了。不过呢，有件挺有意思的事，就是谭松韵这女演员出道快20年了，今年都36了，可她的事业越走越稳，真是让人佩服。到2026年3月，她主演的《我的山与海》在央8的黄金档播出没几天，收视率就直奔2，酷云峰值一度飙到2.9%，变成今年央8的收视冠军，真是够厉害的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这部剧彻底颠覆了她的甜美形象，扮演了个90年代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打工妹。说起来吧，现在娱乐圈那些年轻漂亮的姑娘多的是，流量明星哪个不是一堆资源争着抢？但偏偏导演们还是特别偏爱谭松韵，究竟咋回事呢？这事的从头说起。1990年，谭松韵出生在四川泸州叙永县一个普通家庭，是家里的独女，父母也没啥特别背景，就是普通老百姓。跟那些星二代、世家子弟比起来，她的起点低的不能再低了。11岁那会儿，这姑娘迷上跳舞，非得进四川舞蹈学院不可。父母怕封闭的管理挺难受，也不同意，但她就是坚持要去。一进去才知道什么叫折腾，她那么硬气，每次练压腿、打基本功都疼得直掉眼泪。她从不在电话里跟父母抱怨，每次打电话也只是3个字，挺好的。这个性格后来变成了她的标志，遇事能顶得住，不多嘴。2005年，15岁的谭松韵被剧组选中，出演了一部家庭题材的电视剧《好好过日子》，饰演春丽这个角色，出场时间加起来不到3分钟。就这3分钟，让她第一次体验到了演戏的感觉，也点燃了她对表演的热爱。2年之后，她顺利考进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，正式成为了专业的演员。在校的时候，她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，不跟别人攀比，也不会太浮躁，课余时间就跑龙套，演一些小配角。别人忙着拍广告、接商业演出，她却老老实实的留在剧组里打磨演技。2011年《甄嬛传》开始播出时，21岁的谭松韵在剧中饰演纯贵人方纯义。虽然这个角色戏份不算多，但她把那股子纯真可爱、没心没肺的感觉演得挺到位，让人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喜欢吃零食的小姑娘。不过《甄嬛传》没让她一下子走红，之后的几年里，她还是接演不少配角角色，不挑剧本，只要有戏就上，没有特别讲究。到2015年的时候，情况开始有了转变。那一年，她出演了《旋风少女》，在里头扮演了个调皮捣蛋的范小莹。戏里有一场，她和比自己小9岁的吴磊对戏，仔细一看根本看不出来年龄差，大家都开始喊她童颜女神。她算是在娱乐圈站稳脚跟了。让她真正走入大家视野的是2016年的《最好的我们》，里面她演的耿耿，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那份纯粹的理想女神。她演绎的耿耿，把那份青春期的笨拙、天真和小心翼翼都表现得淋漓尽致，被她把控得挺到位。许多粉丝都说，看她演戏就像在回忆自己学生时代的点点滴滴似的。这部戏一播完，谭松韵的路子就彻底敞开了，像锦衣之下以佳人之名、锦心似玉这些古装、现代、家庭剧她都能驾驭的毫无压力。不少人觉得谭松韵能够走红，归功于她那张娃娃脸。这说法有一定道理，也不完全正确。娃娃脸确实是个优势，让她演少女毫无违和感。30多岁还能接青春剧，但光凭脸蛋，
撑不了20年。拍《我的山与海》的时候，谭松韵为了符合90年代山区打工妹的角色，主动把体重减到82斤，饿得瘦了一圈。她还素颜出镜，把皮肤晒得黝黑且有些粗糙，把那些精致的妆容全都舍弃了。剧里的她显得瘦弱、憔悴，和平时综艺中那个充满活力的模样根本不像一个人。这种自我牺牲的演绎方式，并不是为了吸引关注，而是出于对角色的敬重。她演戏有个特别的地方，不是靠花哨的技巧堆砌，而是真情实感而已。哭戏时不拼命挤眼泪，该哭的时刻眼泪自然而然就流出来。拍喜剧也不故意搞笑，到了让人笑的点，观众就会情不自禁地笑了。这种自然而然的感觉，很多经过正规训练的演员都难以达到。有业内人士评价说，谭松韵的共情能力特别强，能够很准地把握角色的情感层次，让人物显得真实可信。讲白了，她演的不是单纯的角色，她像是把自己融入了那个角色。谈到演技之后，得提一句，为什么导演们都喜欢盯着她？娱乐圈里挑角色，不光看演技，还得考虑点风险。要是一个演员再红，3天2头上热搜，绯闻不断，一不留神还翻车，导演们还敢用吗？资本方又敢投吗？谭松韵的长处就在这里，她出道差不多20年，完全没有绯闻，没有炒作，也没有负面消息。你见过她靠袒胸露背来吸引眼球吗？没见过。参加那些五花八门的真人秀吗？也没有。跟谁炒 CP、制造热点之类的事儿，她都没有碰过。她的工作状态基本就是这样，剧一播出，她就全力配合宣传，按部就班，没有抢镜头，也从不刻意搞噱头。3月7日，《我的山与海》一上线，她跑到佛山去做公益，整个过程低调得很。3月10日参加剧集的宣传活动时，她以戏里的角色身份和主创们交流，还随意地唱了首老歌，挺自然的，没有一点做作的感觉。3月13日，她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篇晚之日记，用角色的角度深入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，还回应了搭档王劲松的感受。这篇长文章直接冲上了热搜。没有任何花钱推广，全凭内容自身的魅力被大家记住了。宣传结束以后，他就悄悄淡出了公众的视线，不参加综艺，也不搞商业宣传，更没曝光私人生活。这样低调的样子，放在娱乐圈里，几乎算得上另类了。偏偏就是这种特别的存在，让他成了导演心目中的稳妥选择。把角色给他，不用担心拍到一半出现意外，投资源到他身上，也不用担心亏损成空。谭松韵之所以能一直受到导演们的追捧，原因有3点。第一，她的演戏范围很广，那张没有攻击性的脸，让她既能演10几岁的少女，也能演职场女性、中年母亲、年代底层人物、古装、现代、家庭、职场这些角色，她都能轻松 hold 住，不需要导演为角色量身定制剧本，省事又自然。第二，她的演技挺扎实，没浮夸也不尬演，情绪掌控的挺到位。资本关注的是收视率，导演看重的是口碑，她都能拿得住。第三，她人品不错，不搞职场内斗，也不争角色位置，不抢戏份，也不耍大牌，合作特别顺畅。拍戏时候敬业认真，私底下挺低调内敛的，完全不会给作品添麻烦或带来负面影响。这3点，要是在现在的娱乐圈里还能兼备的，实在不算多见。说到这儿，不得不提一下他的家庭情况。早年的时候，他母亲意外去世，对他造成了不小的打击。不过，他从来没把这事拿出来求同情，只是默默地照料父亲，把心里的悲伤深藏着。目前，
谭松韵没有结婚，没有恋爱，也没有孩子，依然单身着。外面有人不断催她结婚，她都不搭理，也不特别澄清，照自己的步调过日子。这个态度啊，与她对待工作的方式一模一样，不迎合别人，不妥协原则，也不会被外面的一套所左右。娱乐圈确实挺浮躁的，很多明星一阵子火，一阵子就凉，都是靠一股流量风一吹就起来一阵子。谭松韵不一样，她的火热不是靠炒作炒出来的，而是靠一部部作品、一个个角色一点点积累起来的。她没有那种惊天动地的传奇，也没有那些跌宕起伏的绯闻八卦，只有踏踏实实的努力，一步一个脚印。在2026年的今天，她依旧在这条路上稳扎稳打的走着。